有没有一瞬间，你突然看懂一件事，然后全身发冷？不是因为冷气太强，而是因为你发现，原来你一直以为自己知道方向，却早就迷路了。有些看见来得不早不晚，而是在你已经踏出第一步，甚至走了一大段之后，才骤然醒悟。那一刻，你会怎么办？在之前的故事里，巴兰因为贪心，被摩押王的礼物诱惑，即使神已表明心意，他仍然决定去看看能不能通融一下。直到民数记22章31到40节，神开了巴兰的眼睛，他终于看到那位手持利剑挡在他面前的天使，他立刻俯伏在地。天使直问他，若不是驴子3次转开，我早就杀了你，留下他了。巴兰这才惊觉自己错了，说，我犯罪了，并愿意回头。天使允许他继续去，但强调他只能说神要他说的话。高一那年，罗以真成为教会的少年团契主席，活泼外向，领导力强，他几乎就是学校和教会的风云人物。问题来了，他发现团契里有个非常不合群的女孩小敏，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，不爱唱歌，也不参加活动。有次，以真看到小敏在聚会中滑手机，就在大家面前请又正义地纠正她，来到这里是敬拜神，不是滑手机耶。小敏当下脸色涨红，一言不发。从那天起，她就再也没来过。以真心想，她太软弱了，是她不愿意接受劝诫。没关系，我要让团契变得更属神。她开始强化规范，设立出席统计表、奉献排行榜，甚至评估祷告是否认真。有些人感觉压力大了，开始退缩，他却想，这是属灵征战，不能退。直到有一天，辅导请他暂停1周，放自己一个假，他不悦地答应。那天，他打开教会的仓库清理旧物，意外翻出一堆老照片，其中一张是他刚进团契的第1周，坐在角落不唱歌，脸超臭，和小敏一模一样。旁边站着那时的团契主席，是现在那位劝他休息的辅导。他在照片背后写着一句话，学会陪伴而不是纠正，因为人心不是按规定打开的。那一刻，他像巴兰一样，眼睛被打开了，他哭了。他突然想起，小敏当时滑手机，其实是在看当天查经用的圣经工具书。他自己也有看到，只是选择不相信。他想到小敏离开时眼中的委屈，那不是被逆，而是被误解。他开始明白，自己不是帮神，而是扮演神。隔周，他主动联络小敏说，对不起，我以为我是在服侍神，原来
我是在代替他审判你。小敏沉默了一会儿，回了一句：我一直想回来，但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。那周五，小敏回来了，坐在他旁边。以真没再说教，只是递了杯热奶茶，轻声说：你在这里，我很开心。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代表神的发言人，结果却变成错误地诠释神的意思。巴兰看见天使的那一刻，不只是他视力恢复，而是他的心眼被打开了。他发现，原来自己差点为了一己之私，踏上一条与神心意背道而驰的路。更关键的是，神不是一开始就拦住他，而是让他亲自走上一段错路后，再在关键时刻开眼。这样的震撼力，更让他愿意悔改。有时候，神不是马上阻止你，而是让你经历过、跌撞过，然后才发现自己错得离谱。那一刻，神不是想让你羞愧，而是给你机会转向。神不是要用雷声来阻止你，而是愿意等你走到一个节骨眼，让你自己看见真相。但当你看见时，记得不要只是惊讶，而是要谦卑地俯伏，像巴兰那样说：我错了。因为真正的先知不是总是走对，而是看见错时愿意转回来对齐神。